你知道能杀死鳄鱼的鸟类有多恐怖吗？你见过400度热水都煮不熟的螃蟹吗？眼前的这些奇怪的动物，相信很多领导都是第一次看到。它们独特的外表与我们平常看到的动物都有着巨大的反差。由于这些动物都生活在一些荒无人烟的偏僻之地，外加上它们的数量也非常稀少，所以就导致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活到80多岁，可能也不知道有这种生物的存在。本期视频，黑头就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大多数人都从未见过的罕见生物。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10个，蓝角尖鸟。这是原产于东太平洋热带地区的一种海鸟，它的体长可达90厘米，翼展可达 1.5 米以上，体重约为3斤左右。蓝角尖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那双亮蓝色的双脚，这双脚除了用来走路，另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就是找对象。蓝角尖鸟找对象不需要车房的加持，也不用出高价的彩礼。当遇到心仪的姑娘时，它只需要将一只脚抬起来，就能让对方主动对自己投怀送抱。因为蓝角尖鸟脚掌颜色的亮度，就意味着它的年龄与身体状况，颜色越是鲜亮的，也就代表越年轻，生育能力也就更强。而脚掌颜色比较暗淡的，通常年龄都较大，各项能力也相对比较虚弱，所以雌性蓝角尖鸟更倾向于选择年轻的小伙子来做自己的另一半。第9个，雪人蟹。这是世界上 99% 的人一辈子都无法亲眼看到的生物，因为它的生存环境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动物都无法适应的。雪人蟹也叫基瓦多毛怪，它既不是螃蟹，也不属于龙虾，而是单独的一种深海甲壳类动物。2005年，人类首次在南太平洋大约2100多米深的海底发现了这个物种。它浑身雪白，腿部长有黄色的绒毛，看上去与龙虾、螃蟹有些相似，所以人们就将其称之为雪人蟹。雪人蟹的身上布满了细菌，而这些细菌就是它们为数不多的食物来源。这种生物生活在海底火山口的热液喷口上，这里的水温最高可达400多度，并且常年会向外涌出各种剧毒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对于大多数动物来说都具有致命的毒性，而雪人蟹却出乎意料的可以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繁衍生息。至于它们究竟是靠什么抵抗这种剧毒环境的，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第8个，鲸头鹳。它是世界上现存头部最大的鸟类，鲸头鹳也叫斜嘴鹳，它是生活在非洲东部的一种大型水鸟，主要都活动在一些人烟稀少的热带沼泽地区。它的外观非常引人注目，尤其是那个看上去又大又笨重的嘴。它的身高最高可达 1.5 米，翼展最长可达 2.6 米。它头部长着那个巨大的鸟喙，长度最长可以达到24厘米。这个鸟喙虽然看上去貌似非常笨重，但实际却犹如刀片一样锋利，一口下去能够轻易地穿透鳄鱼的皮肤。在野外，它主要以各种鱼类、蛇类、蜥蜴和小型的鳄鱼为食。它的捕猎技能也相当高超，人们发现鲸头鹳的猎杀目标通常都要比其他大型鸟类要更大。在非洲，人们发现只要是1米以下的鱼类，它几乎都可以将其猎杀。这种独特的鸟类通常都是独居，除了繁殖季节外，一般很少会一起出现。外加上全世界的鲸头鹳数量仅为5000多只，所以想要亲眼见它们一面是非常困难的。第7个，马来貘。我敢打赌在座的大多数领导都没有见过这种生物，它看上去不像熊，不像象，不像猪，也不像鹿。总而言之，这个家伙就是一个四不像。它其实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貘科动物。眼前的这位就是生活在东南亚地区的马来貘，也叫亚洲貘。马来貘是所有貘科动物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的体长可达 2.5 米，肩高为 1.2 米，体重最重可达1000斤以上。这种生物主要的生活在马来西亚半岛的各种森林里，它是一种纯食草动物，主要以各种植物的叶子为食。在马来西亚，它的地位等同于我们国家的大熊猫一样，都是国宝级动物。马来貘的头上没有坚硬的犄角，也没有尖锐的爪子和锋利的牙齿。它的体型虽然非常庞大，但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威胁。它是一种非常胆小的动物，一旦遇到了危险，除了逃跑，基本上不会表现出太大的攻击性行为。它的逃跑能力非常出色，无论是在杂草丛林的原始森林里，还是寸步难行的泥潭沼泽，对于马来貘来说，基本上如履平地。成年后的马来貘体型巨大，在野外几乎没有什么天敌。第6个，虎虾。你见过能在水里放枪的虾吗？眼前的这个长有一大一小钳子的家伙就是虎虾。虎虾也被称为手枪虾，这种虾虽然看上去平平无奇，但它却是潜艇的最大威胁之一。
虾前面长的那个大钳子能够以极快的速度迅速合拢，并向外产生类似于手枪射击的声音。它每一次合拢都可以向外产生高达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高速水流，这种水流的冲击力可以直接将一些小型生物杀死。当这个水流出现时，会形成一个叫做空穴现象的微小低压气泡，随着压力恢复正常，水泡破裂就会发出高达218分贝的巨响。这种响声强大到足以让潜艇都避开声呐探测。如果一大群古虾集结在一起时，发出的响声能够严重的干扰潜艇的水下通讯和声呐系统。第5个，曼加利茶猪。眼前的这个披着羊皮的猪，就是产自匈牙利的曼加利茶猪。此猪的身上长有一层类似于绵羊一样的卷毛，看上去非常奇特。虽然它的外表像羊又像猪，但这个家伙实际上跟羊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它实际上是匈牙利人在19世纪时利用匈牙利猪和欧洲野猪以及塞尔维亚野猪杂交培育而成的新品种。曼加利茶猪既保留了家养猪温和的性情，也继承了野猪超强的适应能力。无论是环境舒适的农场里，还是寒冷刺骨的低温环境下，曼加利茶猪都能很好的适应周围的环境。更突出的一点就是它们不但不需要人类太多的照顾，而且自己还能很好的照顾好自己的幼崽，基本上不用饲养者费心。这对于一些养猪的农场主来说，无疑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另外就是曼加利茶猪的脂肪要比普通的家猪要多1到2倍，这种肉质是做火腿和香肠的最佳原料。由于它的肥肉重量和瘦肉重量基本持平，所以曼加利茶猪也被人们称之为猪中和牛，也就是说这种猪的肉质是相当好的。当然了，它的价格也是普通猪的好几倍。第4个，六角恐龙。六角恐龙并不是恐龙，而是一种蝾螈，它的学名为墨西哥盾口螈。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水生两栖动物，原产于墨西哥，主要都生活在一些湖泊中。这种生物最独特的一点就是永远不会老去，它在成熟后便会持续保持着水生幼体的形态，直到死亡。它的外观与幼年时期并不会发生太大的区别，虽然得不到长生，但却拥有不老之术。它的体长最长可达30厘米，体重也就在100克左右。除了不会老去，它还拥有非常强悍的肢体再生能力，受伤后不但不会结疤，而且还能完好的生长出新的组织。无论是手臂、尾巴、器官、眼睛，甚至是大脑被砍掉一半，它都可以实现再生。这种能力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动物来说都是无法实现的。正是出于其神奇的再生能力，早在上个世纪，科学家就开始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了。如今研究成果究竟如何，人类有没有可能借助它的能力实现肢体再生，至今为止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第3个，宽吻黑脉枭蝶。宽吻黑脉枭蝶也叫透视蝶或者玻璃蝴蝶，这种蝴蝶生活在南美洲的中部地区，主要都活动在一些热带雨林里。它的翅膀是透明的，当附着在一些颜色不同的植物上时，光线和周围的环境颜色就会透过它的翅膀，帮助其完好的隐藏起来。它的翅膀虽然看上去跟玻璃一样平滑，但实际上结构非常复杂。放大后，人们发现它的透明翅膀上覆盖着一层类似于蜡一样的纳米柱，这些纳米柱可以阻止光线的反射，即便是在夜晚光线照射到翅膀上时，也不会产生任何的反光。这种隐形技术可以帮助它们完美的将自己隐藏起来，躲避任何潜在的捕食者。它与大多数的蝴蝶一样，也是以花蜜为食，只不过这种蝴蝶吸食的花蜜中有很多都带有剧毒，它们会将这些有毒生物碱吸收到自己的身体里，用来抵御捕食者的攻击。所以在南美洲遇到这种透明的蝴蝶，千万不要手欠，因为它是有毒的。第2个，马达加斯加长尾灵猫。眼前的这个看上去像狗又像猫的动物，就是马达加斯加最大的食肉动物长尾灵猫。科学家第一次见到这个物种时，也分辨不出它究竟是猫还是狗，因为它看上去既有猫的特征，也与犬科动物有些相似。走近一看，身上还有些黄鼠狼的影子。其实它不是犬科，也不属于猫科，而是单独的灵猫科动物。马达加斯加长尾灵猫的体型相当于一头小型的美洲狮，它的体长可达80厘米，体重可达17斤。这种生物的脚上也长有类似于猫科动物一样可以伸缩的爪子，能够在树与树之间灵活的跳跃。它是一种食肉动物，在野外主要以各种中小型哺乳动物为食。这种罕见的灵猫仅分布于马达加斯加，数量非常稀少，据估计全世界的数量仅有几百只左右，非常罕见。第1个，鹿豚。有些动物的名字咱也不知道是谁起的，眼前的这个满嘴獠牙的恐怖生物就是鹿豚。它不是鹿，也不是豚，而是一种野猪。鹿豚的獠牙长得非常张扬，看上去相当恐怖。这种生物主要都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苏拉维西岛附近，一般都活动在一些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里。它是一种猪科动物，在野外主要以各种植物的树叶、根茎和果实为食。鹿豚的体长可达1米以上，体重约为200斤左右。这种生物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那向上生长的獠牙，大多数动物的上犬齿都是向下生长的，而鹿豚的上
犬齿却是向上生长的，在生长的过程中，它的犬齿会穿透皮肤，一直生长至它们的额头。如果不自行处理，这些犬齿就会刺破它的头骨，最终实现自己杀死自己的壮举。这种现象只发生在雄性鹿豚的身上，雌性没有。不过一般情况下，等犬齿长到一定的长度时，它们就会自己利用树干给磨掉。自己被自己牙齿杀死的情况虽然出现过，但却极其罕见。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人类在地球上有多渺小，每个人一生的活动范围又有多大？你知道吗？整个地球表面是以人类生存的面积仅占1/8。我们都知道，整个地球的面积3/4被海洋所覆盖，剩下的1/4才是陆地。而在这1/4的陆地上，还有14%是沙漠，27%是高山，还有各种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占陆地总面积的1/2。说以上那些数据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各位领导心里有个概念。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范围其实很小，多数人这一辈子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会在一个方圆不会超过100里的地方度过。我们印象中的地球应该到处都是生机勃勃、充满动植物的地方。其实在我们现存的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被划为人类的禁区，这些地方人类根本无法涉足，冥冥中就好像有一道天然的屏障，把人类完美的隔绝在这些境地之外。今天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世界上最危险的10个人类境地，绝大部分人这一辈子可能都看不到这样的景象。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危险指数排名第10的就是美国的死亡谷，它位于美国加州的沙漠谷地，是整个北美洲海拔最低的地方。死亡谷位于海平面以下86米，这个地方是世界上最热、最干燥的地方之一。这里的最高温度可达 56.7 度，这里的炎热与蒸发速度远超我们的想象。正常情况下，如果说一个人不喝水可以活3天，身处美国的死亡谷，1天不喝水就有可能会渴死。死亡谷的温度将近桑拿房，不同的是，桑拿房里有湿气，时间久了并不会导致身体缺水，而死亡谷是干热，人处在那样的环境里，身体的水分短时间内就会耗尽，人体一旦脱水，很大几率就会出现生命危险。美国死亡谷虽然气候恶劣，但还算不上最极端危险的地方。比这里更危险的就是俄罗斯的死亡谷。据传，俄罗斯的死亡谷会吃人，人一旦走进这个山谷，很少能活着出来。不单单是人类，这里同样也是动物的禁区，毫不夸张地说，就是踏入必死。凡是活蹦乱跳的动物闯入谷中，短时间内就会死亡。当地人曾亲眼目睹过大谷熊进入死亡谷中寻找食物，刚进入不久就死在了山谷里。还有一些附近村庄中的孩子嬉戏玩耍，不小心跑到死亡谷的范围，就再也没有出来。据统计，已有30多人进入死亡谷而丧命。导致这里这么危险的原因就是毒气。在死亡谷的上方就有一个层状火山，火山所产生的硫化氢、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二硫化碳的混合物，多种致命的高浓度气体聚集在了死亡谷里，才形成毒性极强的气体。由于死亡谷周围的环境特殊，三面环山，只有一面与外界相通，导致这些有毒气体非常不容易被风吹散。只有当强烈的东风和北风刮来时，地下的毒气才有可能被消散。一旦误入死亡谷中的有毒气体，短短几分钟之内就会让我们丧命。第8个，埃塞俄比亚的达洛尔火山，这里的景色很美，但却是地球上全年最热的地方。这里的平均气温常年保持着40度以上，最高温度49度，并且这里的地质活动非常活跃，小型地震是家常便饭。达洛尔火山是地球上最低的陆地火山，在火山附近，每天都有大量的热量从地底冒向地面，冒出的这些东西会释放出大量的腐蚀性气体，在高温的熔浆加热下，地下水将熔浆的盐分带到地面上来，强烈的阳光会将水分蒸发，从而使盐分残留在地面，凝结成5颜6色的块状，形成罕见的美景。越是美的东西越是危险，它美丽的外表下被可怕的腐蚀性气体所包围，特别的危险。第7个，印度尼西亚的西纳蓬火山。这座火山是一座活火山，喷发没有规律，非常的活跃。这座火山每次喷发的火山灰能蔓延至高空3000多米。这座火山之所以被列为禁地，是因为它的喷发时间非常的不稳定。它不像其他的火山一样，可以提前预测好喷发时间，也好提前准备应急工作。西纳蓬火山由于太过活跃，
地质学家无法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并且它的每次爆发波及的范围都会特别的广。我们人类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准确的预测到它的爆发时间，只能将那里列为禁区。从2013年9月至今，这座火山至少喷发了6次以上，基本上每年都会喷发一次。在这之前，有上万人生活在希纳彭火山附近。从近些年喷发以来，陆陆续续的有很多居民被转移，因为这里已经不再是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火山喷发频率高，规模大，蔓延至空气中的火山灰跟有毒气体对周围的生态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岩浆会杀死山下的动植物，空气中的有毒气体也在慢慢的毁灭周围的植物。植物灭亡，即便是昆虫这样的小型动物也无法生存。如果照目前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希纳彭火山早晚有一天可能会变成一处寸草不生的死寂之地。第6个，比基尼岛。比基尼岛位于马绍尔群岛的最北端，是比基尼环礁中最大的一个岛屿。这里是世界上放射性物质最强的地方，也就是辐射最严重的地方。整个马绍尔群岛在2战前夕一直是由日本人控制。2战期间，美国占领了马绍尔群岛。美国占领后，从1946年到1958年之间，在马绍尔群岛上进行了多达60多次的核试验，其中爆炸规模最大的一次就是在比基尼岛。在整个马绍尔群岛上，单是比基尼岛的核试验次数就高达23次。由于次数过多，很多核废料跟大量的放射性残渣都残留在了比基尼岛上。从1946年至今，岛上的辐射仍然没有消散，岛上的部分植物与动物依然遭受着严重的核污染。1972年，人们认为岛上的辐射已经消散掉，于是便有100多人搬进了比基尼岛生活。毕竟这里与世隔绝，风景秀丽，如果没有辐射，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地方。这100人在岛上生活了10年之后，一组法国的科学家对岛上的居民进行了测试。测试过后，发现岛上的很多人都已经被辐射，岛上的水井跟植物里仍然有放射性物质存在。岛上的居民营养不良，妇女也在经历流产、死产和孩子的基因异常，畸形儿出生率明显升高，最终不得不再次撤离比基尼岛。核辐射的威力就是这么的可怕，难以想象未来的某一天，如果核战争真的到来，我们将会经历什么。第5个，杀人湖泊基伍湖，它位于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共和国的边界。基伍湖的面积非常的大，湖长90公里，最宽处约为50公里，是非洲最大的湖之一。之所以被称为杀人湖，是因为这座湖的水下有大量的甲烷、二氧化碳跟其他有毒气体。甲烷这个东西是爆炸性气体，也就是说，基伍湖的地下存有大量的爆炸性气体，其实就像是埋葬着一个巨大杀伤力的深水炸弹。更加危险的是，在基伍湖的周围还有火山，随时可能会爆发。由于这里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导致这一带的火山特别的活跃。最具危险性的就是位于基伍湖北岸的尼拉贡格火山。这座火山是一座活火山，上一次喷发是在2002年，造成了147人死亡。如果这座火山一旦喷发，大量的火山熔岩流进基伍湖，水火一相融，引燃湖内的甲烷，后果将会不堪设想。最可怕的是，依然还有很多当地人生活在基伍湖附近，那里的人们根本不相信自己正处在一个巨型炸弹的周围。他们当地的人还认为基伍湖有甲烷等这些危险气体是好事儿，可以开采出来提升当地的经济。据科学家对基伍湖的分析与研究表明，如果基伍湖上方的尼拉贡格火山再爆发几次，地面经过几次冲击裂开之后，火山岩浆距离湖底的距离会越来越近。一旦这天到来，水与火的相融就会在基伍湖上引起威力巨大的大爆炸，当地的200万人可能会无一幸存。第4个，蛇岛。说这里之前，黑土向各位领导解释一下，由于蛇的画面可能会引起部分领导视觉上的不适，黑土在这里就不插入蛇的视频了，图片打码，还望各位领导理解，谢谢。世界上的蛇岛有很多，我们中国有大连蛇岛、千岛湖蛇岛等等，还有几座蛇岛。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是巴西的大开马达蛇岛。之所以说它，是因为巴西蛇岛上生存着一种金毛头毒蛇，它是世界上最致命的蛇，它们的毒液比大陆同类型的毒蛇高5倍。巴西蛇岛的面积仅为 0.43 平方公里，就在这么小的一个岛上，却生存着超过4000多条金毛头蝮蛇，平均每5平方米就会有一条金毛头蝮蛇。这种蛇一般个体长不到1米，大部分都在70到90厘米之间，身体为橘黄色，头部为三角形。它在地面游走的速度极快，
最可怕的是被这种蛇咬到会导致伤口溃烂，它的毒液中含有腐蚀成分，毒性极强。在岛上除了金毛头蝮蛇，还有其他不同种类的毒蛇。总之就是一脚踏入蛇岛，很有可能就会踩到蛇。岛上的蛇除了吃岛上的昆虫外，还会吞噬迁移的鸟类。群鸟如果落在岛上休息，也会被岛上的毒蛇吃掉。蛇岛的景象就是密密麻麻。总之，如果各位领导看了，多多少少会有些不爽。黑土试过了，真的挺膈应的。好，第3个，地狱之门，埃塞俄比亚的永久熔岩湖。它位于埃塞俄比亚东北部的阿法尔境内，在一个名为阿尔塔阿雷火山的顶端。这座火山是世界上仅存的6大熔岩湖泊之一，这里夜晚的景象特别的壮阔，就犹如地狱一般，当地人称它为通往地狱的大门。这里的岩浆是活跃的，就像湖水一样被包围在这里，常年保持这样罕见的景象，危险程度就不过多的描述了。总之，通往地狱的大门一跃而下，应该会没有痛苦。第2个，坦桑尼亚的纳特隆湖，这里的湖水呈血红色，景色毋庸置疑，特别哇塞。在美丽的外表下，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杀人湖，现实世界里真实存在的冥河。这里是很多生物的禁区，周围基本没有活物，动物一旦沾染上这里的湖水，就像是被石化了一样，无法动弹，最后只能保持沾染湖水时的姿势死去。这里的湖水温度高达60度，水中含有大量的碳酸钠，使湖水具有强烈的碱性。湖面的血红色被阳光高度反射，轻而易举的就会吸引到天上的飞禽。一旦飞禽踏入湖中，基本上就毫无生还的可能。在湖的周围经常会有各种动物被石化的遗骸。神奇的是，即便在这么危险的区域，也生存着一种名为火烈鸟的动物。它们可能天生对湖水的毒性免疫，并且可以正常的使用湖中的水，而且并不会有任何的不适。这里被大量的火烈鸟占据，它们不会受到任何外来物种的袭击。纳特隆湖就是一道大自然给它们的天然保护伞。当然，这道保护伞同时也成为了许多动物的葬身之地。好，最后一个最危险的地方，非洲的撒哈拉沙漠。撒哈拉沙漠大家并不陌生，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真正的撒哈拉沙漠深处几乎是没有任何生物的，一眼望去一片死寂。在这里，白天的最高气温曾高达58度，属于极热地区，气候条件相当的恶劣。人如果身处撒哈拉沙漠深处，一天不喝水就会有生命危险。这里的高温会在短时间内蒸发掉我们体内的水分。在这里除了缺水跟高温，还会出现致命的沙尘暴。这些沙尘暴出现之后，能见度几乎为0，在这里一般人辨别不了方向。而且高温缺水还会使我们产生幻觉。即便是有幸在这里存活了一天，到了夜晚也够呛能躲得过沙漠上突如其来的降温。撒哈拉沙漠的昼夜温差特别的大，白天热死，晚上冷死。如果真的身处这样的环境里，生还几率几乎为0。除了以上这几个，地球上其实还有很多大部分人类这一辈子可能都看不到的奇观景象。黑土自从开始做这类视频以后，才发现这个世界其实真的很大，我们的时间其实很短很短。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骇人听闻的百慕大魔鬼三角到底有多瘆人？频繁发生的超自然现象真的是外星人所为吗？从那里幸存下来的人为什么都疯掉了？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时空隧道吗？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些疑问一起走进冥界之门百慕大魔鬼三角。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百慕大三角被很多人认为，科学家还发现这些灵异事件经常会发生在中国农历的月初和月中。不祥的征兆发生之前，飞机和轮船的仪表盘跟通讯系统就会失灵，地面也无法搜索到它们的具体位置，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这一现象发生，很多人认为那些失踪的飞机轮船应该是进入到超自然世界，穿越时空去往另一个地方了。1918年3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一艘名为独眼巨人号的运载舰
在经过百慕大海域时神秘失踪，船上309名船员也随着人间蒸发。这艘军舰长度超过160米，排水量达19000吨左右。地面雷达显示，这艘军舰刚一进入百慕大海域，所有信号全部中断，地面雷达连最后的求救信号也没有收到，就这么神秘失踪了。当时有很多人认为是被德国人给打沉了。一战结束后，美国人也问过德国人，独眼巨人号是不是他们给打沉的？不料德国人却说没有，这一下就给老美整懵了。不是德国人打沉的，难不成是让某种大型的鱼类给吞了不成？后来经过分析，确实不是德国人干的。独眼巨人号是一艘重达1000吨级的战舰，雷达信号消失的毫无征兆，一瞬间就中断了信号。照这种情况看，除非有一种武器能瞬间毁灭这艘1000吨级的战舰，除了原子弹有这样的威力，其他的舰载炮弹根本达不到这么大的威力。一战时根本没有原子弹。再者说，即便是德国人打掉了，他们也没有理由不承认。要知道，打掉一艘1000吨级的战舰，那是作为军人的荣誉。由此可见，德国人没有理由撒谎。因此，独眼巨人号被德国人打沉这个说法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么大一艘军舰不是被人打沉的，那只能是遇到了海啸，被卷进了海里。据科学家推1954年，美国2个热气球爱好者在加勒比海参加了一个热气球大赛。就在他们飞到百慕大上空时，突然消失了无影无踪，再也没有返航。当时人们都认为他们遇难了，但是直到1990年，古巴的海军在这片海域演习，雷达突然探测到附近有不明飞行物，这可把古巴的舰长吓了一跳，因为他们不清楚突然出现在雷达上的飞行物到底是什么，万一是别国的秘密武器就糟糕了。可当他们靠近那个不明飞行物的时候，才发现是一个热气球。最后古巴军方迫降热气球，并且把驾驶热气球的2个人带到了秘密军事基地审问，主要就是怕他们是别国的秘密间谍，来探测军事机密的。后来经过审查，热气球上的2名驾驶员称他们是参加热气球比赛的。更让人惊讶的是，他们竟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空中已经飞了36年，并且毫无衰老的迹象。后来经过调查，他们俩正是36年前参加热气球比赛失踪的那2个人。据他们描述，他们2个人并没有感觉时间过了这么久。他们回忆到，在空中的一瞬间，身体好像有一些轻微的刺痛，跟触电了一样，接着眼前就一片灰白，然后就发生了现在这一幕。对他们俩来说，就好像只过了几分钟一样，直接就穿越到了36年以后，可以说是返老还童了。1945年12月5日，美国第19飞行中队的5架鱼雷轰炸机从佛罗里达州起飞，穿越巴哈马群岛进行军事训练。就在飞机起飞大概1个半小时左右，到达百慕大上空时，飞行员突然发现飞机上的仪表盘全部失灵。飞行员立即向地面发向信号，联系地面塔台后，刚开始还可以接收到他们的信号。就在地面塔台提示他们该往哪个方向飞的时候，5架飞机突然在雷达上消失得无影无踪。随后美国军方出动了300架飞机和21艘军舰进行搜救，最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就这样草草收场。出现了以上那些怪异事件之后，很多人就对百慕大这片海域进行了无限的遐想与猜测。有人认为是外星人作怪，也有人说百慕大是地球的时空之门，可以穿越到未来或者过去，还有人说那里是地球的黑洞，并且都一一提出了一些依据来证明那些超自然现象的真实性。提出这些依据的分为2派，一派认为那些神秘失踪的飞机轮船是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并非什么超自然生物外星人作怪。另一派则认为这些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就是外星人作怪，是属于超自然现象。至于哪一类说法能让人信服，我从中找了几篇说法，咱们来分析一下。美国天文学家杰塞普认为，百慕大频频出现的超自然现象很有可能是外星人造成的，说百慕大三角区就是外星人经常活动的区域。1965年6月5日，一架大型军用飞机飞行车厢 C119 号在飞越百慕大三角上空突然失踪。西方很多学者猜测，可能是被外星人的飞碟吸走了。据说当时这架飞机失踪时，美国的太空飞船双子座4号正处于百慕大三角上空。一个名叫麦克奇维特的宇航员称，那个时候他似乎发现了一只疑似飞碟的不明飞行物，
在距离宇宙飞船10到20海里处飞行。有可能百慕大三角突然失踪的飞机轮船就是被外星人的飞碟吸走了。经过宇航员这么一说，百慕大海域有外星人的传说就越传越深。其实关于外星人的这个说法，咱们也不能一口否认，毕竟地球之外的宇宙这么大，谁也不敢保证说绝对没有外星人的存在，毕竟我们才只是宇宙里的一粒尘埃。1968年，美国一架大型客机飞越百慕大上空时，地面塔台的雷达显示这架客机消失了。不过又过了10分钟之后，突然又出现在了雷达上。经过检测，雷达系统并没有出现故障。有人认为这种现象是时空跳跃，在这10分钟里，飞机离开了现在这个时间点，去到了另一个空间。在这段时间里，飞机上的乘客是不会察觉到的。这些现象都是在他们不知不觉中发生的。飞机落地后，飞机上的时钟也比地面上的时间慢了几分钟。这也再次证明了消失的那几分钟，飞机应该不在我们现处的时空。这一说法的根据是，时间不是人们认为恒久不变的速度，而是以不同的速度在流逝。如果现存空间某一点上时间的速度不同于它一般的速度，那么陷入时间陷阱里那些飞机或轮船就会暂时或者永久地离开我们这个世界，并且飞机上的乘客很有可能会穿越到将来或者过去。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很多穿越迷的认可。还有人说百慕大海域形成了一个有着巨大吸力的黑洞，一旦飞机轮船靠近就会被吸进去。其实以上说法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不过是人类对于未知事物的好奇产生的一种假想而已。那么凭空消失的那些飞机轮船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百慕大真的有那么可怕吗？经过这么多年的科学研究，百慕大的灵异事件其实也算不上灵异。相比之下，百慕大发生的轮船飞机失踪事故其实跟其他海域不相上下，无非就是遇到了飓风与海啸。据统计，全球最危险的海域远不止百慕大这一处，因为百慕大三角这片海域是全球飞机轮船过往最多的海域，就好比交通畅通的路段特别容易发生车祸一样。只不过海上发生的这些灾难被百慕大三角的作者夸大了而已，夸大的目的也是为了这本书能畅销的一个手段而已。至于那些发生在飞机与轮船上的超自然现象，我认为也是那些钱挣够了闲着没事干的人靠他那种神奇的大脑想象出来的玄幻故事而已。还是那句话，没有证据的现象统称为超自然现象，刻意的勾起人们的好奇心都是带有一定目的性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自从有了监控摄像头的出现，身边的那些灵异事件就比较少了。相信如果百慕大整片大海都安装上监控，那么这些超自然现象很快就会被解开。